这是一场离奇的死亡案件。几分钟前，死者从高处坠落，巨大的冲击力将货车顶部砸得严重变形。但奇怪的是，附近最高的建筑不过2层，从这里跳下去不足以致死，更别说把货车砸到变形。探长勘察完现场，很快发现了新的线索。根据地面上水流的倾斜程度，他判断第一案发现场并不是这里。来到巷外，看着不远处的大厦，推测死者是先从大厦坠落，之后砸到货车上。巨大的冲击力外加水流，使货车滑行至此。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，探长来到大厦调查，刚好楼下有位清洁工在打扫玻璃碎片，而清洁工也表示，大厦的35层确实破了一块玻璃。毫无疑问，这里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但似乎有某种神秘力量在阻止探长调查。还好他手疾眼快，躲过一劫。相传恶魔每次降临人间前，都会发生一起诡异的死亡事件。与此同时，大厦里几个重要人物随之登场，分别是戴着帽子的工程师、文质彬彬的推销员、东张西望的老大妈、自信满满的靓妹，还有身材魁梧的保安。5人陆续登上了一部电梯，而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是恶魔。随着电梯门关闭，游戏天黑请闭眼正式开始。推销员站在电梯靠里的位置，上下打量着靓妹，然后发现大妈正不屑地盯着自己，多少有些尴尬。突然电梯一阵晃动，卡在了25层左右的位置。监控室里的保安很快发现了异常，一边联系维修工去查看情况，一边利用对讲装置安抚众人情绪，但声音只能单向传出，监控室听不到电梯里的声音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狭小的空间让几人变得焦躁。另一边，维修工来到天台，帽子突然被吹飞，追赶之余险些失足。随后他来到机械室检查电梯线路，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于是决定将电路重启。电梯里瞬间陷入黑暗，黑暗中大妈喊了句别摸我。当电力恢复后，众人感叹保安口味太重。保安解释说自己患有严重的幽闭恐惧症，因为太紧张了，所以才会乱摸。话音刚落，灯光又开始闪烁。监控室里的保安在监控画面中看到一张鬼脸，随着电梯里的灯光熄灭亮起，众人发现靓妹身后被利器划出了一道伤口，气氛顿时变得紧张。保安看到推销员身上有血迹，他表示是靓妹撞到他身上蹭的。监控室里见有人受伤，果断报警处理。探长刚好在附近调查坠楼事件，很快便赶到了大厦，先安抚了一下5人情绪，随后通过大厦的访客登记表得知了5人姓名，立马对几人身份展开调查。与此同时，电梯里的灯光再度熄灭，待恢复亮光后，推销员脖子上插着一块玻璃，死了。5个互不相识的人被困电梯，随着灯光熄灭亮起，推销员脖子上插着一块玻璃，死了。探长在监控画面里发现，推销员怀里有封信，通过信的内容得知，他来大厦的目的是到35楼收账，而收账的对象就是影片开头坠楼的死者。之后，探长询问了死者同事，了解到推销员其实是个诈骗犯，害得很多人倾家荡产，死者就是受害者之一，因为想不开，所以才跳楼自杀。监控室里的保安变得神神叨叨，认为这一切都是恶魔所为。探长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丢给他，打开纸条，背面写着对不起。原来他的妻儿在5年前一场车祸中离去，而肇事司机逃逸，只留下这张纸条。事到如今，他仍逍遥法外。自那以后，探长便不再相信鬼神一说。电梯里，大妈和保安发生争吵，大妈拿出一瓶防狼喷雾，却不能使用，保安一把夺过来，发现早在1987年就已经过期。另一边，维修工在检查电梯故障的同时，频频出现意外，先是差点被另一部电梯砸死，然后在往电梯顶部爬行的过程中，绳索上的螺丝突然脱落，最后掉到电梯上摔死了。事情变得棘手，探长叫来消防队准备破墙救人，然后又回放了大厅的监控录像，发现大妈竟然是个小偷，而电梯里灯光又开始闪烁。一阵黑暗过后，大妈被吊死在电梯一角，所有人都被眼下的场景惊呆。探长立马下令封锁大厦，电梯里剩下的3人开始互相猜疑，靓妹和保安结盟，他俩都认为是工程师干的，而工程师却质问保安为何幽闭恐惧症好得如此之快。2人大打出手，靓妹在旁挑唆保安杀掉工程师，谁知保安看似强壮却不敌对方，还好探长及时叫停了2人，并让他们保持距离，把手放到墙上。此时助手带来新的线索，原来靓妹也有前科，曾经3次敲诈已婚男人，如今嫁入豪门，而保安之前是她丈夫公司的员工。探长由此判断，会不会是靓妹的丈夫发现了她的身份，然后派保安来杀人灭口呢？电梯里灯光再次闪烁，保安、工程师、靓妹，到底谁才是凶手？最有嫌疑的就是大厦保安，他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靓妹。可一阵黑暗过后，最有嫌疑的保安脖子被拧了个180度，死掉了。现在只剩靓妹和工程师2人。靓妹说：“原来是你。”工程师却反驳道：“别装了，监控室听不到我们的对话。”就连探长都惊讶没道理。2人捡起玻璃碎片对峙，并认定了对方就是凶手。探长赶忙喊话，再次安抚2人的情绪，毕竟这时候谁不听话，嫌疑就更大。靓妹虽扔掉手里的武器，却留有一手，屁兜里还藏着一块玻璃。没多久，灯光又开始闪烁，恍惚中，工程师拿出手机，而
靓妹掏出玻璃碎片，待恢复亮光后，却是靓妹倒地不起，奄奄一息。工程师彻底傻眼，对着摄像头表示无辜，然后试图挽救靓妹。就在这时，已经死掉的大妈缓缓起身，她已经被恶魔附体，对工程师说：“现在轮到你了。”而工程师知道恶魔找上自己的原因，5年前他开夜路喝酒，不慎出了车祸，撞死一对母子，过分的害怕让他失去理智，最后选择肇事逃逸。这5年来他也不好过，良心始终饱受谴责。临死前，他拿起对讲机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忏悔，没想到恶魔听完忏悔后决定放过他，让他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审判。随着电梯里灯光再度熄灭，连带整栋大厦都被黑暗吞噬，恶魔也在黑暗中消失。没多久，灯光又再次亮起，电梯门终于被打开。工程师因肇事逃逸被捕，在回警局的路上，探长对他说：“5年前你撞死的那对母子就是我的妻儿。这一刻我等了5年，无数次幻想抓到你后要对你说什么做什么，可现在我原谅你了。”至此，影片结束。其实这部电影的主旨是想告诉我们，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恶魔，那就一定真的有上帝。